说在美国历史上有这样一起离奇失踪事件。当年有4名爱好探险的大学生，他们踏进马里布峡谷的一处洞穴后就人间蒸发了。尽管警方接到报案后发动大量警力寻找4人的踪迹，但最终只在几人失踪前最后的地址发现了一只录像机以及一张储存卡。根据警方调查，这片区域曾是当地萨满用来举行神圣仪式的地方，也是当地族人的集体墓地。但是这些失踪前的4名大学生浑然不知，几人只是对于陌生环境的好奇，误打误撞来到这里。很快，他们发现了一处洞穴，并被洞口内外的标志涂鸦给吸引。这些螺旋和轮子的形状通常被用作指示标志，表示通往其他世界的门户。因为这个洞穴是由自然力量形成，当地的萨满族相信他们可以在生者与死者的领域之间来回穿梭，因此萨满族认为这是最强大也是最神圣的地点之一。所以为了见到已故亲人的亡魂，萨满族的每个人在生命燃尽后都会葬在这片区域，但不排除有些邪恶的灵体也会一并穿越过来。通常萨满会用矿物和动物血混合的颜料在墙壁和天花板上作画，以此来记录在穿梭过程中所看到的景象。简单记录过后，几人便离开了这里。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先找个地方搭建帐篷，可活还没干多少，小胖便从同伴的背包里找出了一些吃的。尽管这玩意儿闻起来跟奥利给没啥区别，但你还真别说，吃起来还挺香。然而没过多久，小胖的身体就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原来他刚刚吃的东西里边包含了大量的裸盖菇素，如果少量食用，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嗑药。伴随着夜幕降临，小胖的情况越来越糟，他惊慌地呼喊着树上有可怕的东西，不知是他的幻觉还是确实如此。反正3人在周围扫视了一圈，啥也没有看见。但警方调查小组通过逐帧的回放发现，录像机曾有几帧拍到了这个类似幽灵一样的东西，不过似乎只有产生幻觉的小胖看到了这一幕。没过多久之后，小胖拿起东西就要离开这个鬼地方。虽然大家都认为是置换模糊器的作用，可毕竟那诡异的一幕自己是亲眼看到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算是要离开，那也不是现在，3更半夜在偌大的峡谷里乱窜，跟送没啥区别。所以几人决定捡点柴火先对付一晚。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的信念遭到了动摇，在这种偏僻的地方竟有许多人骨的存在，能把人啃吃到这种地步的东西，那绝逼不是什么善茬。想到这儿，几人立马回到营地准备离开。可等几人回来后，发现身体虚弱的小胖消失不见了。同伴在附近一顿寻找，最终来到白天他们所来到过的洞穴。晚上洞穴里又黑又冷，一点都不像是人待的地方。只见小胖背对着几人，一直死死地盯着墙壁上诡异的画。此时同伴的注意全在小胖的身上，没人注意到录像机好像被其他磁场给干扰了，直到听见一阵鬼哭狼嚎。Shut the fuck up. Listen. What the fuck is that? What the fuck is going on? You see anything? Holy shit! Ah! What the fuck is happening? Look at low! 大学生的录像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调查人员认为他们可能被洞穴里的落石给砸伤，尸体被某种野外动物给拖走了，比如美洲狮和郊狼。实际上这些官方人员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调查小组的出现。而柳如烟发现，自打大学生第一次踏进洞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数字干扰，这通常是超自然存在的迹象，并且在录像中断前，调查小组认为超自然就存在小胖的正上方。在得到了有灵异存在的理论过后，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前往洞穴，亲自去寻找它，证实他们的理论。所以小队毫不犹豫在男孩们消失的洞穴里答应了。然而这个洞穴比几人想象中的要大得多，在一晚上的基线搜查中，并没有发现任何幽灵的迹象，却发现了几十种不同的符号和标记，而这些奇怪的印记，几人从业这么多年也是第一次见。于是在第2天的时候，他们打算进行通灵仪式，想直接和超自然的东西取得联系。这只灵盒里有只扫描装置，让灵体可以通过这个设备直接和几人实时交流。当灵体在通灵过程中靠近，这个设备就会突然亮起。最后几人还在周围放置了一圈感应式静态摄像头，它能迅速捕捉任何诡异的画面。做好了一切准备过后，小队立马开始了通灵仪式。 7 years ago, 4 boys came up here and were never heard from again. Do you know what happened to them? We know you are here. We have come to speak with you. Use this spirit box to communicate with us. 在小美乌拉乌拉说了一通问题过后，设备这时果然有了明显的反应，只不过那东西好像并不愿意跟他们多说一句话。发生什么事了？ Thermal camera fell over. Well, I think that's enough of that for tonight. Yep. 眼看事情没有得到任何的进展，
几人就决定今晚先拉倒，明天再说吧。共同微醺了一下过后，便回到帐篷里睡觉去了。但是到了夜里，小队有了重大发现。李如烟利用某种软件修复了录像的原数据，从而让他们发现了一件恐怖的事情。在李如烟不断的倒退下，几人发现原本的小胖竟变成了一种长相狰狞的怪物。看到这一幕的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想到了一种远古生物——披星者。根据古书记载，这些披星者只能被召唤，并且他们可以进入自愿者的体内，亦或是一个意志不坚定的人类宿主。一旦他进入容器内，就可以改变形态和外貌。而吃下置换食物导致身体虚弱、意志恍惚的小胖，无疑是被披星者选中，当成了容器。当同伴意识到危险降临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其中一名同伴在他们的注视下，当场就飞了起来。看到如此恐怖的一幕，结果这俩人做了个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决定，那就是回去看看同伴有没有事儿。毕竟小黑是被自己喊过来的。于是两人勇敢地返回了那个寒气逼人的洞穴。This is insane. What the fuck am I watching? 但这个并不是披星者的癖好，而是他吞噬死去之人灵魂的一种方式，目的就是让这些人无法进入来世，防止复仇。亲眼目睹同伴惨状的两人，这下下定决心离开这个鬼地方。不过我怎么感觉现在有点晚了？ Fuck this. This is some seriously demonic shit. We gotta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 同伴的声音渐行渐远，地上只留下一条通往洞穴内的血迹。这条血迹的尽头是两位同伴冰冷的尸体。不得不说，摄影师真是个人物，没有亲眼看到同伴死在眼前，他是万万不可能离开的。而这条录像的最后定格在了披星者追上来的前一秒。重要的是，调查四人组看完录像后认为，他们必须尽快离开这个洞穴，因为昨晚在进行通灵仪式的时候，披星者很有可能已经被他们给召唤出来了。尽管几人没有身体不适导致虚弱，但他们是自愿进行的通灵仪式啊，所以现在跑说不定还来得及。可这时意外发生了，仪器不停的闪烁，预示着有东西正在接近。同一时间，周围的灯光诡异的熄灭，感应式摄像头也在不停的拍照。当未知的生物真正降临时，调查小组的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阵汗流浃背。小美则因为害怕躲进了帐篷里，可是下一秒意外发生了。看到同伴消失在了无尽的黑暗之中，小黑立马返回帐篷，拿出一盏照明灯，接着毫不犹豫朝着小美消失的方向追去。事情都发展到这个份上了，剩下的柳如烟和杰克拿了根荧光棒，也朝着洞穴深处走去。可还没过多久，杰克手中的热成像显示出一个类似人的身影。好在只是被带到洞穴深处的小美，几人也是松了一口气儿。反观另一边的小黑，运气就没那么好了。恶魔的低语回荡在幽暗深邃的洞穴内，三人知道自己的同伴可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眼前的岔路口，两名女生拿着荧光棒相依为伴，杰克则自己举着热成像走向了另一边。然而没过多久，热成像扫描出一个诡异的身影。就在杰克掏出荧光棒想要看清那是不是自己的同伴小黑时，意外发生了，前方高能。虽然杰克摆脱了披星者的追捕，可却绕了一圈又回到了他们的营地。恐怖的是，热成像里显示出一个又一个带有温度的手印。就在杰克的注意被手印给吸引时，披星者已经悄咪咪地来到了他的身后。
这时姐妹花也绕了一圈，莫名的回到了根据地。两人惊恐的发现基地周围的静态摄像头正在运作，这也就说明有些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正在他们附近。而在摄像机时不时的闪烁当中，一道诡异的人影在两人眼前若隐若现。柳如烟本以为是同伴，所以不断向前靠近。黑手。就在柳如烟即将饮恨西北的时候，他从裤兜里掏出匕首，噗呲一下给了披星者一刀，这也使他暂时摆脱了束缚。眼看着被附身的好友小黑没了生命迹象，柳如烟想搀扶着小美离开洞穴，可不管两人怎么走，往哪个方向走，最终都会回到他们的营地。而刚刚被披星者重创后的小美身体异常虚弱，就在柳如烟心生绝望之际，披星者化为一团黑气附身在了小美的身上。最后调查小组无一人生还。看完这个片儿，我有2个疑问点，那就是披星者是怎么被召唤出来附身在小胖身上的？第二个就是大学生事件时隔7年之久，披星者是怎么维持生命的？难道仅仅是依靠这几具躯体吗？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